欢迎收看第1074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次春晚最火的主角——中国造的机器人。那么这个机器人除了在春晚上表演之外，它到底能做什么呢？很多人现在都说它可以去打仗。那我们再发散一下，它能不能替代习近平去治国理政呢？今天呢，就把我能找到的一些关于中国造这些机器人有趣的视频都给大家汇总在一起我们边看边聊。首先第一个视频呢是来自中国内宣的一套完整的话术，怎么去吹捧这个机器人甚至可以上战场。我们先来听一听。机器人看到的是翻跟头，但五角大楼看到的却是巷战。全世界军事专家此刻只觉得肝胆俱裂，这他妈的哪里是跳舞，这分明就是给全世界秀肌肉。我反复看了7遍那个登墙空翻的慢镜头，这不是娱乐，这是实打实的复杂地形机动能力。你告诉我这东西翻得过舞台上的桌子，为什么翻不过加沙废墟里的断墙？恩恩军事分析师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写下严肃分析，今年语数基于人形机器人展示令人窒息的跑酷能力，连续翻越 0.8 米高的障碍物，空中转体720度后稳稳落地，2步登墙，借力后空翻，再接一个前滚翻。这种在高速运动中实时调整重心、预判弱点、分配关节扭矩的能力，正是军事专家眼中的复杂地形机动性。要知道现代战争最难打的是什么？不是平原对轰，而是巷战。高楼断墙，楼梯下水道坦克进不去，无人机看不全，只能派真人往里填一栋楼。一条街的清死一个少一个，惨不惨？现在好了，中国这机器人能翻跟头，意味着它能翻过那堵断墙，它能跳起来登墙，意味着它能蹦上2楼窗台，它在空中还能调整姿势落地，意味着挨了一枪托也能稳住继续往前冲。这他妈不是跑酷运动员，这是巷战特种兵节目中最让全球军事专家沉默的一幕。其中有个镜头是机器人跟武校小孩对打，棍子劈过来，他抬手一格，顺势反手一刺。你以为是编好的程序？错，那是他自己在那一瞬间算出来的。这一棍的力度、角度、怎么卸力、怎么反击，全是实时反应。把棍子换成枪，把剑换成刺刀，你想想是什么画面？未来的巷战推开门冲进去的，可能不是血肉之躯的士兵，很可能全是这东方玩意儿。他不怕黑，不怕冷枪，拐角有人埋伏，他反应比你快，抬手比你稳，一枪爆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打死他一个，后面还有10个排着队往里进。全世界你不是在跟人打仗，你是跟一群没有感情、不会累、不怕死的机器打仗。这仗，请问你准备怎么打呢？几十台机器人在台上高速穿插，有的翻跟头，有的冲刺，有的格挡，间距就10几厘米，愣是撞不上。这靠的是什么？每台机器都在实时计算旁边32个同伴的位置和动作，互相配合，互相掩护。在军事专家眼中，这就是活生生的狼群战术和蜂群战术的士兵推演。往前线一扔，这些东方玩意儿自动散开，有的正面佯攻，有的侧面包抄，有的绕后偷袭。你要是一发炮弹炸掉3、5个，剩下的一眨眼就重新组队继续往前扑。当年我们说三至3个人一组，互相掩护那是用命练出来的。现在好了，这玩意儿出场自带3-3制，不需要训练，不需要动员，不需要心理疏导，开枪即用，你拿什么跟他打？最绝望的都来了，咱们1个月能造1万台，给全世界军事专家报个数字，2025年光语数一家就卖了4200台，加上其他厂子，中国人形机器人占了全球70%市场，而且人家连续5年盈利，不靠国家养着，自己卖货就能火。一台 G1 机器人卖多少钱？9万9，跟一辆50宏光差不多。波士顿动力搞了几十年，单台造价200万美元，还在实验室里憋着呢。咱们这边流水线一开，哗哗往下下饺子，你猜1个月能造多少？1万台，那是保守了。1万台是什么概念？全撒进一座城市，每栋楼里塞几十个，不睡觉，不吃饭，不停歇，3天3夜清完一条街，你打掉100台，后面还有1000台等着。这不是战争，这是工业碾压。所以全世界都别问了，问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有个机器人披着铠甲，踩着机器狗扮演的筋斗云，手里拿着金箍棒穿街过巷，那造型叫大圣，那寓意叫天兵。有外媒评论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孙悟空在中国神话里会72变，而今天的中国正在让72变变成72台会协同作战的机器狼，这比任何导弹都让人不安。你今天看他在台上翻跟头，明天他就能在滩涂登陆；你今天看他舞刀弄棍，明天他就能在城市清剿；你今天看他几十台协同走位，明天就是1000台狼群冲锋。
所以你问这节目是不是战恐局定制的？你猜呢？这刚才啊，这东方玩意儿吹东方玩意儿的这一大套话术啊，我们就不去拆解了啊，这个当笑话看就行了。基本很多的谎言在里面。但是呢，除了内宣这么做呢，还需要散播在推特上的这些外宣一并协同作战，去帮忙吹这个牛啊。我们来看看，你看有这个迷人的小红啊，还有谁呢？还有这个啊，孤烟木蝉是吧？这个都是明的这些，但是还有王志安啊，你看看，很难想象5年后他们会到什么程度啊！又发一条啊，感觉超越马斯克了，老马要完啊！还有二大爷，你看也配合着啊，这个语数机器人已经飞速进步，大有赶超之势，都一样，拿到的这个本子都一样。但是这个上官乱呢，把这句话完全的说清楚了啊，画红线的。他说，人形机器人最终将成为象征中国崛起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地位的产品。这个是标准的中共认知战的话术啊，要求他们精准传递出来的。那上官乱说的很明啊，有些人是再包装成自己的语言再说啊，都一个意思。我们再看啊，还有一位这个司马平邦啊，这个就完全在讨论用于战争会是什么情况了啊。当然了，光靠这些外宣的这个文字啊，并不足以让这些小粉红啊，或者刚翻墙出来接人啊，让他们能嗨起来。啊，文字不够嗨了，现在还需要视频。啊，后面呢，给大家看一段，其实是用 AI 做出来的啊，假想这个中国造的机器人，打仗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先看视频，看完之后我会给大家分析为什么它是 AI 做的。很多人信以为真啊。近日，一场跨域协同作战演练在某战术训练基地悄然展开。与以往不同，此次亮相演兵场的是一支由国产语数系列智能作战单元与机械狼仿生突击平台混编而成的人机协同战术小队。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下对要点目标实施清剿。此次演练重点检验了智能化作战单元在城市战、丛林战等复杂地形中的自主协同目标分配与火力打击能力，标志着我国在无人化、智能化作战体系建设领域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央视军事频道特约观察员报道。大家看啊，在这个画面里呢，一共是3个机器人和3只机器狗一起往前冲啊。我们呢把这个焦点啊聚焦在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机器人啊，画面现在正中间啊，它冲在最前面。仔细看啊，一会儿呢，它会突然的消失，然后就变成了只剩下2个机器人啊，还有3个机器狗了。这个一看就是 AI 做的啊，大家看。哎，消失了，看到了吧？所以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打仗呢？啊，我们先看一些有趣的视频啊，比如说这个，一个机器人啊，它怎么上车呢？先要把它布置到战场上去啊。内宣说的开箱即用，是不是？关键是他现在连自己上车都做不到，需要人把他抱上去。你看，还得布置半天啊，还拿一个遥控器去控制它。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你看人能把它抱起来啊，它不能太重，对吧？刚才在春晚舞台上，它能够去跳舞啊、翻跟头，它也不能太重。不能太重意味着什么呢？
它里面的这些电池啊什么这些组件啊都不能带太多，所以你真让它去打仗呢，它的这个续航我还以为他们自己上去的，原来被搬上去的。啊，你看还有这个，你别说战场复杂，那个下个楼梯都直接就直接倒下，自己下不了楼梯，拿着遥控器也下不了楼梯，最终他还得让人自爆。小孩啊，80把尿似的，每个人拿一个遥控器控制一个，这就是一个大型的遥控玩具啊！这个东西能上战场吗？你上战场，他得有他自己的一个自主判断，根据实时的情况决定要往哪里冲，对什么目标开枪，然后执行战术跑位。你连下个楼梯你都要人拿遥控器来操控。哎，这个很重要，给大家看啊，看这个机器人呢在舞台上跳啊，后面有人在做同样的动作，这个是干嘛呢？有人说这个是比那个拿着遥控器更先进一步啊，但其实不是啊，它这个就是一个精细编程的过程，就是通过人的动作，然后把这些东西每一个机器人要做的动作啊，提前人都做好，然后编程进去。实际上呢，在春晚舞台上，这个机器人就是在把这一套编程精细化的演一遍啊，它没有一个实时分析它没有智能啊，它也没有这些加入了人工智能的这些分析的程序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它就是一个由遥控器能控制的一个大玩具，现在变成了把它究竟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啊，我们看全都通过这个人的动作全都编程进去，哎，打拳、踢腿啊、翻跟头啊，全都做进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小心，它也是一个铁家伙，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用这个例子给大家看有多危险啊！你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机器人啊，在街头去跳舞，是吧？一定要离它远一点啊！机器人正面，跳着，但是它这个机器人看到这个人，机器人跳舞就被这个机器人上我这小伙年踢烂了，气囊淌血去，鼻子踢烂了啊！我们再用这个视频来看看啊，这个我们不说打仗的事儿，这个机器人那最终是要解决人们的这个提升生活品质问题的。它现在能不能做家务呢？大姨，够了，再往前一点，倒给你的好吗？来，我倒给你。哎，哦 ，My God， 18，帮我扫一下地方，语数机器人。随便扫一下，扫3步准备好。你让我扫干净点儿。我帮你调整一下方向啊。小弟，我们上了。所以呢，这么一个东西啊，你不管它卖多少台啊，究竟是谁买的？是这些做自媒体的这些博主啊、MCN 公司啊买来去蹭热度的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国家任务布置下来啊？像那个内宣视频里说的，完全没有国家补助啊，这个东西还能盈利啊？这个我们就笑一笑就过了。那这个话题就更有意思了啊！看我们这个像今天封面啊，这个机器人往中间一坐啊，把它变成习近平，能不能治国理政呢？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可怕的前景，我们来发散的聊一聊啊。如果有一天呢，习病重了，然后被他周围的人所控制，现在的这个 AI 伪造视频的能力特别的强啊，你再过1-2年可能是完全无法区分了。那我们说他病重啊，他不能出来见人，甚至能够出一个比较像的机器人啊，假装坐在这里
变成他再通过 AI 技术放一些假的视频出来，那他身边的人就可以，即便他死了，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个密不发丧，是吧？都可以假借他的名义继续的统治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说一句很开玩笑的话那就是现在他身边的这些人，谁在大力的鼓吹发展机器人、发展 AI， 那谁就是最有反心的让他去查吧。我们接着专心聊今天我们的话题那这个就在今天，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竞争对手了这个波士顿动力做的机器人，美国的这个机器人，我们来看看人家的机器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在拉斯维加斯的 CES 现场，波士顿动力的电驱 Atlas 终于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展示它真正的运动能力。很多人第一眼会觉得它动作很自然很流畅，但真正厉害的地方你多看2秒才会发现，它转身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转身，你会看到它只是转了一下头，下一步整台机器人就已经朝着新的方向走了。原因在于这台 Atlas 的结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和背面，它是高度对称设计，再加上全电驱动和极高自由度的关节控制，对系统来说哪一面是前面是可以随时重新定义的，转头只是告诉系统新的参考方向，剩下的由算法重新分配重心、关节角度和运动轨迹。这带来的好处非常直接，在狭小空间里它不需要原地转圈，在复杂环境中动作更快更稳也更省能耗。所以你看到的不是像人一样走路，而是一个机器人用比人类更高效的方式完成移动。这也是为什么这次 CES 的 Atlas 不再像是在表演，而是在向外界证明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为真实世界而设计。好，我们再看一个视频是一个专家来讲他如何看待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我们先不说它能不能打仗就即便不是打仗这种高度需求的场景，在平时的生活生产中，机器人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来先听一家之言有一位专家是这样说的。There's a lot of companies building humanoid robots, and they do those kinds of, they play kung fu and, impressive thing. This is all pre-computed. None of those companies, absolutely none of them, has any idea how to make those robots smart enough to be useful. That's a big secret of robotics industry. You can train them on very narrow tasks, and you have to collect lots and lots of data the same way, people thought they would build self-driving cars. And it's expensive, and it's only practical for a small number of narrow tasks, and you don't have robots that, have nearly as good as common sense as your house cat, let alone human intelligence, right? So, that's the challenge for the next few years, right? Getting systems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real world.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approaches that have been successful for language do not work for high-dimensional continuous noisy data. So what is, what would be an appropriate world model for a robot? There's several components. There's first a model, sort of mechanical, dynamical model of the robot, which, you apply a torque to a motor in one of the joints, right? And the arm or the legs move in a particular way. You can actually write down such dynamical models with a bunch of equations. This is what classical robotics is about. And you can use this model to do motion planning to some extent. It doesn't work that well, actually, for complex actions. But all of those videos of, kung fu playing robots, that's what they do. It's all planned in advance, using handwritten models. They're fine-tuned a little bit us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stuff, but it's kind of a minor step. But then there is the model of the world around the robot. Can you predict what other people are going to do? Whether this object is about to fall, can I catch it?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a model of intuitive physics. How do you learn that? We learn that as babies by watching the world go by. 这个是这位专家的看法那么可能你也有你的看法，欢迎留言给我。我呢，曾经在我《天使》那本书里也探讨过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主要写的是人类的意识上传去在这层面去解决一个人类的生活水平以及文明层级的一个跃升。那么当然了，也会有人去希望把人类留在现实世界，所以我在那本书里写了一个叫天使仿生人计划，那就是制造这个都不只是机器人了那么更像人的这种仿生人。那希望用这个方式呢，能够把人类，就是你不要上传意识了，把你留在这个现实世界中。
当然了，那个计划呢，在我那本书里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去执行不同的一些方案，最终也全都失败了这个天使仿生人计划。那这是我对机器人的一个看法那么 OK， 当然了，科技还在发展，那我们也希望科技最终不会用于战争，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有什么都欢迎你留言给我。感谢收看、订阅、分享。